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先来请大家看几段视频。哎呀，今年这五一我觉得真的是老惨了。这假期再结束，今年这夏天这是不是就结束了？我给你看看我们这商场外边啊，有多清静。看看啊，没人。看看啊，没人。这哪能看出是假期来呀？我的天！哎呀，搞得我现在都想去京东送外卖了。谁说的啊？放假了，生意就会好一点，人就会多一点。你们那个街上肯定有人的，旅游城市。我的妈呀，老子亏的没备货啊，备的只是正常的卖，不然的话真的要气死掉的。我11点多钟来的，现在2点多钟了，没有一个人进来试过衣服，也没看见一个人进来过。看一下人多吧，哎呀，真的是无语，真的是要崩溃。不崩溃是假的，崩溃了又有何用呢？不瞒你们说啊，也不怕丢人，到现在店里一个张都没开了，这生意做的啊头疼。中国今年的五一假期已经落下了帷幕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一线城市依旧是热闹非凡，街头熙熙攘攘。但是不少商家却苦笑道：“看起来是热闹，但进店消费的却不多。”许多实体餐饮店面临着有人流没有客流的尴尬，生意惨淡。视频中的这位商贸城的摊主一语道破现状：“看，这就是五一的商贸城。”人贼拉多，但是贼拉不卖货，真的是挺逛的。啥世道啊，这是逛街不花钱。外界还关注到，有些大型的商业区也出现了荒凉的景象。以广州龙华中心为例，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，曾经热闹非凡的友谊书城、有名的百家华商场，还有美丽极圈、荣华商业中心。这些过去在龙华响当当的名字，现在一个个的都在艰难的撑着，甚至还有不少店铺已经是关门大吉了。哇，这里曾几何时多热闹啊！但你看看我这后面的商铺，五一黄金周啊！哇，妈呀，你看到没有？以前这里租金可能高达3万、5万，甚至10万一个铺一个卡位。现在，我的天，1、2、3、4、5都五一都放假嘛。这里还有个国货之光华为，前面那里1、2、3、4全部又关了。我的乖乖！首先，这真的是当下的情况啊。现在这个啥情况？就是可能不是不足啊，可能真的是人家五一回家了啊。休息去了。哎呀，太难了。网友指出，曾经人流不断、店铺爆满的地方，现在却是冷冷清清，空铺越来越多。这还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如今整个实体经济的缩影。有的店家直言，2025年开局并不乐观，经济环境复杂多变，消费信心尚未恢复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各个方面都要精打细算，降本增效。今年这个五一其实已经给我们非常清晰的答案，不是街上没有人，只是你家没有人，不是消费者不出门，他们只是出门不消费。我敢说全国各地都是统一标准，只要不花钱的地方都是人山人海，只要花钱消费的地方都看不到什么人。这老板警告同行，今年五一真的是不适合囤货。原因呢其实很简单，这个假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有消费力的顾客，很多在门店逛街的人是图便宜的，要么是精打细算，货比三家，看哪家打折力度大，要么直接在线上找最低价。这个五一就告诉我们3个信号：经济环境有多么恶劣，消费降级有多么严重，老百姓口袋里有多么的穷。还是那句话，服装不是刚需，在未来的经营当中，我们一定要保持平常心态。未来的服装行业也不再有什么五一黄金周、金九银十这些所谓的节假日，这些可能对品牌方有益处，但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店主，这些节假日将和我们没有关系。此外，餐饮行业情况也是惨不忍睹。长沙多家餐馆工作人员坦言，人是很多，可真正掏钱消费的却少了。与往年相比，店铺营业额明显下滑。而不仅如此，许多奶茶店与酒吧在过去2年间也是纷纷的歇业，撑不下去的比比皆是。新一线城市合肥的餐饮业同样是情况糟糕。现在正好是饭点时间，我店里没有人，
合肥它不是旅游城市，特别是放长假，人都去旅游了，要么回老家了。而且合肥这边的居民多数周边城市，只要天气好，1个小时都到家了。下一个节假日再放这长假，我肯定是不干了。要干你们干嘛？不光是我们家没人，你看我的隔壁也没有人，那边的卫星咖啡也没有人。还有的店主指出，五一假期店里流水一天比一天惨。大家好，没想到这5月2号比昨天甚至掉的还要惨。昨天我看了很多店铺，其实小幅度下降，整体持平，还算可以，不是那么差。但今天很多店铺直接就跌停了，很多店铺的数据直接是一条直线，流量还有，转化是彻底凉了。还好我把预算提前减了，今天如果你按照平时的花费去投入，亏大了。还有的餐饮老板相当直接地总结了今年五一的实际情况。第一句，别抱太大希望，这5一的客流量跟平时周末就差不多，顶多比工作日强点，根本算不上爆单。第二句更扎心啊，景区人挤人又怎么样？游客啊现在都抠抠搜搜的，光看风景不消费，除非你早就在线上把店炒成了网红打卡店，不然啊老老实实躺平就完事了。而在号称不夜城的上海，夜场更是迎来了五一大滑铁卢，还在按照往年五一生意特别好去准备的，结果直接没有生意，很多店都只有5、6道、10几道，生意特别好的店，加上同行招待啊，加上一些畅饮啊，加上七七八八的，一起也就干了50道，而且整体的资源每家店几乎少了一半，而且质量呢也是直接腰斩。就连曾经人气爆棚、游客如织的著名西湖景点，如今也难逃游客少、不消费的窘境。我说去年我们五一，我们一天的营业额是12000块钱，然后昨天一天的营业额是3000块钱，是腰斩之后再腰斩，都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。师傅是不是？是。你今天或者昨天你感觉到杭州这边人多不多？不多，空城。空车哈。对，但是主城区的话，基本上也都是外地的游客。很明显的感觉到今年的外地游客的质量啊，消费质量啊，远远不及往年的。现在的人出来玩啊，都不花钱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敢花钱，还是已经到了低欲望时代了。多项数据显示，表面热闹的假期，实则掩盖不了消费信心的持续下滑，消费能力整体减弱的现实。民众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和精打细算。对此，不少网友直言，收入减少，消费只能是跟着降级。那么还有人感叹，朋友圈今年晒旅游的人少了很多，服装、餐饮生意都难做。以前一到假期生意爆棚，今年却几乎感受不到热度。甚至还有人质疑，一边说 GDP 增长，一边身边店铺倒闭，失业增加，这到底是谁在消费？另外呢，五一假期旅游业也是不如预期。不少热门景点和酒店从业者纷纷表示，今年的假期远不如预期，甚至可以说是史上最冷清的一次五一。据从业者的反映，今年黄山是近20年来的五一假期中最冷清的一次。往年在这个时候呢，景区入口人山人海，索道排队成长龙，酒店也是一房难求，游客摩肩接踵，热闹非凡。然而今年许多旅店空房高挂，山上步道也是格外的冷清。部分网站甚至在假期的第一天便开始打折促销，但反响却是依然平平。长沙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有酒店负责人透露，五一广场的人流量远不如预期，酒店预订大幅下滑。他总结了有3个原因。我个人觉得主要是以下这3点。第一个，大家的经济收入确实都是在减少，大幅减少，没有以前那样的消费能力。第二个是，很多游客也不喜欢在这种节假日扎堆出行，什么都要排队，价格什么都比较高，很理性了。还有一点，第3点是，现在很多游客喜欢去户外露营或者去乡下。去农村，我觉得这3点是主要原因。在抖音等社交平台上，以往五一期间各种酒店爆满喜报，此起彼伏，今年却是一片寂静。今年五一的酒店的抖音很平静，不见其他的连锁酒店天天发喜报，我哪里又满了，我哪里锐派又做了多高了，也不见那些所谓的网红说我的房间都满了，我每个店有干啥了。这说明第一，五一的整体的酒店的生意都不行。
大家都不敢的去晒数据。现在酒店的数据的打假非常容易，你说满了没有，马上就可以真正的查到你满了还是没满。第三，现在的酒店老板不好骗了，你说满就满了，你说你的很好就很好啊，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杆秤。那不仅是酒店萧条，官方公布的数据也引发了广泛的质疑。不少人表示，今年的5·1又被说成是历史性的假期，官方和交通部门纷纷抛出一连串惊人的数据，游客量、出行量、消费额全线飘红，怎么看怎么热闹。很多人心里都清楚，这种强行的堆积的繁荣太虚了。今年5·1出行人士14亿人次，那平均我们才14亿人，那就什么一个人出行怎么14亿人次是怎么计算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，这叫一次；从那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又叫一次，还是叫2次？这个14亿人次是怎么来核算的？特别是我们这个城市更搞笑啊，我们城市比去年增长了25%，增长25%是什么样一个恐怖的数据？高的吓人，知道吧？但是我们酒店的生意，你是否增长了5%、10%、25%呢？我不知道你们增长没有，我是没有增长。我除了没有增长以外，我觉得如果拉个平均数，我比去年要差很多。还有网友总结了今年5·1旅游业的实际情况，直言大家都在穷游，因为真的没钱了。5·1节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看各地都在晒那个旅游的这个数据，多少人次怎么样，增长多少。但是至少从我看来，基本上大家都是在穷游，就是像这个海边呢，好多集中免费的地方啊，人山人海，大家的消费力度还是很弱，对整个消费呢还是比较的谨慎，因为大家实在是没有钱。虽然说人很多，都是因为大家都工作很辛苦很累，正好有几天假期啊，多出去走走，以散散心啊为主。至于说有多少消费呢，我觉得还是要打一个问号。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，那么为什么我们总说经济不好，失业率高，节假日一到，景点却是人山人海？难道是只有自己真的没钱了，别人都在假装穷？其实呢，这恰恰反映出了当前大众消费的一个真实的状态，消费降级。心理学上呢，有一个概念叫做口红效应，意思就是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人们买不起高价的商品，却仍然有消费的欲望，于是会转向购买一些低价能够带来心理满足的小物件。旅游正是当下这种低成本满足感的典型的代表。相比起买房、买车、养娃这样的高成本的支出，几百块去趟周边，爬个山，看看海，不仅能够短暂远离现实的压力，还能享受诗和远方的浪漫。虽然出游人数不少，但人均消费其实在不断的下降，看似火热的背后，更是精打细算的花钱方式。此外呢，尽管今年各地大力发放消费券，金额创下了新高，但对不少市民而言呢，这些补贴并没有真正带来实惠。一些受访者直言，消费券难抢，限制太多了，根本都抢不到，或者压根儿不知道怎么使用。也有人表示，规则太复杂，使用商家太零碎，看完一堆条件和门店清单，直接放弃使用。最终呢，这些原本旨在刺激消费的手段，反而让不少人望而却步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次见。